看完这部影片，你会对很多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。第一，你会发现，你看到的世界其实跟你的想法很有关。第二，你会慢慢明白，有些痛苦其实不是外在造成的，而是我们自己不小心陷进去的。第三，当你卡住的时候，你会知道，其实可以试着换个角度去看事情。你不是要成为光，你只是要记起自己本来就是光。你准备好了？正片开始。那现实是怎么被载入的？现实是被载入的载体。我们不是在体验现实，我们是在下载现实。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的能量乘上我们的信念，乘上我们的行为，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版本。如果你今天上了灵性课程，你今天非常的高频，你今天是非常好的信念，你今天的行为就是光的行为。如果你脱离了灵性课程，你今天跑去上班，然后被老板骂得要死，你今天你是负面的能量，你今天的信念就是衰，我明明就做得很好，老板还是很不爽我，你的行为就是暗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在体验现实，我们是在下载现实，而决定这个情绪能够进入到你本体的只有你自己。所以是自己下载了这个情绪的感受，自己承接了。我们只不过是宇宙把情绪放在我们身上的测试，而不是承接这个情绪的载体哦。我们不是承接情绪的载体，所以无需下载。但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载体，所以我们下载了很多情绪，所以我们的能量加上我们的信念，加上我们的行为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呈现的样态。所以不是在体验现实，而是我们自己允许的下载这些情绪能量进到我们的体验中，是我们自己允许的。所以一切只有自己。你今天不管多讨厌任何人，还是你今天不管多痛恨任何人，只要你觉得那个人对你怎么样不好，那是因为我们允许扮演被受创受害的这个角色人格的能量，允许载入我的生命体，是自己允许的。没有人可以允许你的，是你自己允许的。只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受害者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跳脱出那个情绪的样态。但如果你问你自己，现在是我在扮演受害者的人格，还是我的本质是哪一个？你就会出现了，你的本质是本质具足，所以你就无需扮演受害者，你就不会被你的恐惧给淹没。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个问题，很快就会有答案了，你的情绪就会平静了。那现实运作的几个步骤跟大家分享，就好像是我们去下载 APP 音乐，比如说 MP4、MP3 的音乐，那我们在低频的时候、低潮的时候，你会听的歌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失恋了，你会听的歌都跟失恋的音乐有关嘛？你带有一个共情嘛？就是我已经受伤失恋了，我的另一半不能理解我，说他弃我而去，所以你要共情你自己，因为你要去安慰你自己，所以你连那个音乐都放的类似那种音乐哦。但是我们很高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打开喜悦，你就会有丰盛的样态，你听的音乐都是很轻松喜悦的。所以重点不是那个歌单不存在，而是我们打不开。为什么打不开？被情绪控制，淹没在情绪里。我们以为我们是那个人格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那个本质。信念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够下载成功。等一下我会再讲一个更高阶的，我现在还在讲下载。那如果我们深信不可能，那就算宇宙把那个美好的档案放在你面前，你也不会下载。或者是某个老师跟你说你已经载入了，我帮你载进去了，你内心不深信，这个载入只是当下那一秒钟，因为有老师的加持，因为有老师的引导，我好像载入了。可是当你面对了你的负面情绪的样态，你又回到那个人格的角色中，你就觉得那个课程没有用，那个疗愈好像无效，我好像就是这么的宿命，你就会回去了。那是谁允许回去的？是自己允许让这些情绪，让这个人格扮演真正的自己。你把你的本质，你把你的本位错位了，然后你把你的那个宝座王位给了很多不同的人格，你不再是那个宝座的王者，你把很多不同人格当成是你了，你才会有那么多的事件产生。一切都是只有自己。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，我可以去调整我的信念，那宇宙的高阶版本就会自动同步，它无需下载，它是自动同步的。因为当你信念达到这里，或是当你觉醒，它就自动同步。为什么同步？因为你本来就本质具足，所以你本来就无需去做这动作。你能够承载什么样的东西，你的世界就会多亮多宽，它会即刻的变宽变亮。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留在哪一个版本，就是我们的高版本下载了也没用。如果我们用
还是用旧思维的行为去生活，我们会自动退回那个旧版本。所以宇宙是看我们怎么活，不是看我们怎么说。那个活是你生性的样态，你生性什么，你自然呈现的那个样态，那个叫活，而不是你说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你说出指令，说出下载，说出移除，但是我内在是不相信的，那个只是说，它并不是活。你的宇宙会相信你是说而已，你并不是能活出来的啊，所以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样态。那怎么样升级？就是我可以跳脱这个思维，跳脱这个低版本。第一个就停止相信目前的世界是真的，直接停止，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。你要看见这个世界是假象，它不是真相。那我们越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，就越被困住；越相信现在的样态是真相，是真实的现象，你就会被这个现象所困住。那如果要升级呢？你就问你的问题：如果我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相呢？比如说你期待着什么事情会如你所愿的呈现，但是它就是无法发生。你会因为这个无法发生的情绪困住你自己，这就是我这几天的体验。那你就停下脚步，如果这些都不是真相呢，你就脱离了，你就醒了。你问问题就好，就是只要你愿意怀疑现在的现实是假的，它就能够松动，就能够放下世界必须如此的样态，你的世界就直接改写。就你要问的是，如果这不是真的呢？就像我最近卡住了，我以为我的事业伙伴可以赶快做一些动作，我们有一些设备要进来，但是他可能有他的一些困境，那我就会被这个故事剧情也会波及到，我也会变成回到那个人格，就是好像很难，好像很辛苦哦。我还帮他想办法找了一些其他老板来协助，我会去找其他老板，就代表我相信这个剧情是真的。所以你就要停下脚步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所接触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呢？你就脱离了，你就会相信哦，原来我才是那个故事的编写者，你就会重新编写。还有，即便你当下觉醒了，突然你又掉到那个故事的人格中，你也不要觉得你做不好，千万不要这样觉得，因为你觉醒了，你又掉落到那个人格的剧情中，然后又再度觉醒，你才一直不断的升级。不是说我好像开悟了觉醒了，突然我又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又回到那个人格中，突然又醒了，然后跟自己讲说，哦，之前的白修了，我之前课白上了，我之前的觉醒白开悟了，不是这样子哦，你从来都没有浪费过，从来都没有浪费过去的光阴，完全都没有浪费，那都是恰恰让你扬升的每一个最好的时机，只是你当下还无法理解那个是最好的 moment， 只是因为你不相信嘛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本质是最好的，是无敌好的，每一个样态，每一个一瞬都是最好的，即便你遇到很糟糕的事情，它也是美好的。再第二个就是不要再被情绪绑架，我们要用意识去看世界，不是用情绪去看世界。情绪会说你完蛋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被恐惧的情绪你可能会淹没，你被怀疑的情绪你会淹没，你被愤怒的情绪你会淹没，等等等，那你就很难做你当下该做的事情。那你就跟自己讲，这个是能量，它并不是我，这个是恐惧能量，它不是我，这个是怀疑的能量，它不是我。就是当我们不再跟情绪合并，你的宇宙就会判定你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开启更高版本的自己，你就跟你自己讲，这只能量不是我啊，这个只是宇宙在我身上做的能量测试，它不是我，这只是某种情绪的人格，但它不是我的本质。你就一直反复问自己，你反复问这几个问题，你大概10秒钟、30秒钟你就脱离了，你就不会再进到那个情绪中，就真的不会，完全不会。你可以设计一些话去让自己跳开那些旧版本，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掉进了困境，掉进了迷雾，掉进了混乱，掉进了害怕，不需要祈祷，也不需要努力，也不需要分析，不用去祈求，也不用疗愈，你只要问你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，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状态？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的，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事件？你跳出，你就出来了，你就醒了。那比如说你现在被钱追到穷得快死掉了，你就跟你讲，如果我就是最高版本，我就是丰盛本体，我会如何看待现在的样态？你要一直不断跟自己讲哦，你会从很恐惧没钱，会马上再降阶到比较没那么恐惧，然后再降阶。你要一直不断的找很多的句子去跟自己对话，跟自己对话就是很好的自我疗愈，跟自己对话，不是我们去疗愈别人，
我们在还没有清醒之前去疗愈别人，都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在玩游戏。你不是真的去疗愈大家，只是某种期待值被集体意识论述。你成为一个灵性的老师、灵性工作者，你可以有疗愈的力量，你就是一个老师，那也是一种集体意识去塑造的角色，但它不是你。那你就跟你自己讲，如果我已经是最高版本，我会如何看待我现在被钱困住的现象？你就要真的相信你是金钱的本体。什么叫金钱的本体？你就是金钱的本体，你的金钱会用尽所有的可能，没有限制的方向，会进入到你的体验中。你就相信你正在使用钱。什么叫做正在使用钱？不是叫你把所有钱拿去花掉花光光，不是。你可以进入到冥想层，你在冥想之后，你就一直不断的花钱、使用钱，然后去感受花钱的快乐，不是去觉得我浪费钱。如果你在冥想中觉得我一直花钱很浪费，那你还是被那个集体的意识所困住。是花钱成为动力，花钱成为那个喜悦，你要去在冥想中去花钱。那你会说，那钱怎么来？那我要怎么花？你就直接观想钱就是直接到你的账上，你就突然想象那个账上很多钱，或突然想象你身上很多现金，或是突然想象你家里有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有现钞。你可以尽量想象，或者想象你的那个 iPhone， 你可以一直不断的用 GoPay， 一直付钱，你就这样想象，就不要去管钱怎么来，你只要去定着在你的丰盛的样态。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很好的车子，不要去管我到底要怎么赚钱才能够存到钱买那台车，你要定着在你已经在开那台车实现的感觉，驾了这台车去游车河的感觉，你要定在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才是真相。因为你的感受是真的。为什么要做冥想练习？就是冥想练习会有一个初阶状态，就叫具象化。你会有很多的画面嘛，那画面去呈现，你就会更专注到那个画面，然后用画面把你导入情境，这叫具象化的冥想。可是当你真的是相信你是本自具足，你是一切的本源之后，你就没有这个具象化了，无需具象化。因为有具象化的冥想，恰恰证明了你还不相信你是本自具足。你如果还需要具象化的冥想，就是证明了你还没有完全相信你的本质是本自具足，你才需要有一个具象化去 push 你哦。但是如果你回到你是本质的样态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也不用冥想，也不用具象化，也不用聊，都不需要，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它就会自然呈现。所以不用去恐惧没有钱，恐惧没钱是因为人格扮演没有钱的角色，所以你被这个恐惧淹没了，所以你忘记你的本质。如果你醒了，假设我已经在最高版本了，我怎么看待现在没有钱的感觉？怎么看待？那个是我的人格在扮演，还是那是我的真相？你就会知道那个不是你的真相嘛，你的真相是丰盛本体嘛。你可以练习回到你的冥想层，你是丰盛样态，不要去琢磨那个问题没有打开，是定着在问题打开之后的开心的感觉，问题打开之后的稳定的感觉，问题打开之后的顺利的感觉，永远都是在打开之后，不是在那个结未开之前。那个结未开之前，你是想不透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打开的。比如说，你现在要赚1000万，你现在马上想，你大概只能写出10几种方式。我要兼差，我要买股票，我要买基金，我要干嘛。可是你的宇宙，如果深信你是丰盛的本体，它是无穷无尽的方法，就会让你丰盛。你理解吗？是超过你大脑想象的。所以我们大脑本身就会限制这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信念，它会自动封闭、关闭。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只有1%，其他99%的可能呢被你的限制关掉了。我们现在就要跳脱出这个旧版本，跳脱出这个旧游戏，跳脱出还在成为人格角色的自己。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现在课程都是用还原的方式。我的品牌是第7光行者嘛，第7就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疗愈就是西塔疗愈。我们不是在第7届嘛，所以我那时候课程上完了，我自己第7光行者，就是我在7届的光行者，那是我自己当时的想法，所以那个名称我就没有改过了。但是我现在理解到的是还原，并不是下载，也不是移除，也不是消除。还原就是你本来就这个样子，你还原回来那个样子而已。为什么要用还原呢？我一开始用还原是要让我的大脑相信我本来就是好的，然后还原久了，你的本质、你的内在就会深信你本质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都用还原法了。所以我现在完全没有什么疗愈，完全也没有什么冥想，都没有。只要我认为不好的事情，或是我无可奈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停下来。这是假象，这不是真相。
然后如果这不是真的呢，我会怎么做？那如果我已经是本质具足样态会怎么做？虽然我这样想，我在那个当下会解开，但是我还是会遇到情境。我们开悟之后不是脱离二元哦，开悟之后你还活在二元当中哦，只不过你会对这个二元的解释是用一元的解释。我每次遇到这个现象，我卡住了，我就会用这个问题问我自己，那我就解开了。解开之后呢，我可能还是照常上班，还是跟那些伙伴一起做生意。但是你还是会遇到事情没有前进嘛，事情就卡住嘛，他就是没有真的如期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嘛。你又会因为这个情境产生的情绪又进去了，然后你又在问你自己，这是我的本质还是我的人格的扮演？你又再跳脱出来，所以你会这样子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哦，然后你都不要跟你自己讲，我没有修行好，我才会一直反复的掉进去需要被拉起来的位置。你没有掉进去，每一次的进入到你的人格的那个角色层，都是你醒觉的起点，就是推起你醒觉的起点。不是说我现在好像很理解了，突然又遇到什么情绪的状态，又回到那个情绪的人格体，突然自己又醒了，又跳脱出来，然后自己没进步，没有没进步。我们从来没有浪费时间，从来没有停滞，那都是集体意识的信念，那都是某种信念去限制我们一直不断的前进。你的本体是在最好的样态，只不过我们以为我们是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们有扮演拖延症，有扮演恐惧，有扮演什么什么，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停滞了。没有，你的本质它不变都在那里，不管你扮演任何角色，它都是在那里，只是你能不能够回到这边而已。就是把这一些的剧情都撤除，然后看见真正的本体。当你把这些剧情都撤除，看见本体之后，你就会觉得你回来再玩这个游戏就不是角色了哦。你回来再玩这个游戏，你就可以任意的去操控游戏，因为你知道你是那个控制者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任你控制的，你的世界是任你控制的，你的世界是由你允许，没有人可以控制你的世界，没有人能够允许你。假设你今天被别人欺负了，你觉得我被欺负了，那些人很坏，为什么要欺负我？实际上是你的某种层面的人格扮演要被欺负的那个样态，所以那个欺负的人是你的投射。那就像我之前那个公司被掏空，我如果停留在我是受害者，他就是一个加害者的状态，我现在都无法好好的成为人哦。我现在还在那个受害的角色中无法脱离哦。然后一直到我理解那个来掏空我的那个 partner， 他要冒着下地狱的风险都要唤醒我，所以他本来就是我的光，我们在光中是合一的，所以他是我的镜像分流下来的一个光源，然后只是他扮演的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在这个肉身体的体验当中他是坏人，他是所谓的坏人，他掏空了公司，然后我是一个受害者。但是如果我是用这个角色，我跟着他进入这个角色，我就永远不会醒了，我就是一个受害者，我就处处就是受害者。你就是觉得老天不公平，你就觉得为什么你会当好人都会被陷害？可是让你觉醒的，你的觉醒是这些都是我的镜像，包括那个伤害我的人也是我的镜像。最初的层面是我感谢这个掏空我的人，他是我的镜像，他要冒着下地狱的风险都要唤醒我，这是第一层。但是真正的层是什么？这是你的醒觉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唤醒，不是那个角色唤醒你，是你做了很多投射。不同的角色都是你的设定，都是你的允许，而是透过你投射的角色去唤醒你自己，所以最终是你自己去唤醒你自己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唤醒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老师的观念不太一样，特别是那些外国老师，有些老师就是他会很喜欢去做疗愈，然后鼓励你去做疗愈，鼓励他的学生去帮忙做疗愈，成为疗愈师。那你的出发点就是镜像跟你是分离的，镜像是镜像，我是我，我们不是同样一个一。那永远是这个概念，就永远都在二元中，你跳脱不出二元的。但是如果你理解了那么多的扮演的好人、坏人、男生、女生，一大堆都是我的投射镜像，那其实都是我，你才会真的回到一，你就不会对伤害你的人产生愤怒。你就不会对那个对你好的人，好像我必须要受人点滴、涌泉以报的概念都不会，因为那都是你的能量的投射，你就会一直维持在中性的样态。我现在讲不是说你遇到好人，然后你不用去感谢他，你可以感谢他。其实你在感谢他的本质是你在感谢你自己，你理解吗？
你是在感谢你自己吗？那你遇到坏人，你如果被这个坏人的镜像，你也被同化了，你就会变成那个受害者。那也是你允许自己让这个受害的情绪跟角色成为你，所以你觉得你受害了。可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，这是一个假象，它是我的投射，所以我从这个坏人身上看见什么，我得到什么，学到什么，这才是美德的真谛。就是你学到那些东西，原来就是我扮演了这个角色，所以他要唤醒我能够学到什么美德，你就不会对这个扮演的坏人的镜像产生仇恨，你也不会变成是受害者。没有加害者就没有受害者，它才是真正的和解。你跟你自己和解，不是跟那个对象和解。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。